同样的字，为何给人的感觉天差地别？一个是静态的文字，另一个却像一段流动的音乐。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解锁的行书最高秘诀——节奏感。字写的有形无神，就是少了这种音乐感。这堂课教你如何用笔墨演奏的秘诀，让你的作品充满节奏与表情。我们将解锁用笔的提按与急色，掌握墨色的浓淡干湿，最终让你的书法真正活起来。行书的神采源于其内在的节奏，此种节奏有两个核心动作控制。第一个动作是垂直方向的提按，重按如重音，轻提如弱音，线条的粗细变化就是书写的音量起伏。第二个动作是水平方向的急色，行笔快则流畅，慢则沉稳，运笔的速度变化就是书写的节奏快慢。理论很简单，但如何将它与情感结合？让我们直接欣赏历史上最伟大的笔墨演奏家。请看颜真卿的祭侄文稿，这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。这不是在写字，这是在气血。当写到傅献子死，朝清卵复时，他的用笔凝重、实色、墨色浓重，仿佛每笔都重千斤。而到了文末，情感失控，笔画枯干，出现大量飞白，字迹甚至难以辨认。这里的节奏与墨色，就是他内心极度悲愤的真实写照。如果说颜真卿是悲愤的交响，那么苏轼就是苍凉的独白。请看《寒食帖》中，字形由小见大，由拘谨到放逸。写到年字时，笔画加重，节奏放缓，充满了对时光流逝的无奈。而写到破灶烧尸尾时，笔画枯瘦，飞白尽出，将被贬黄州的困顿与压抑表现得淋漓尽致。欣赏完大师的激情演奏，我们回到日常练习，如何在一行字中有意识地设计节奏的起伏。我们以《兰亭序》中的汇风合唱为例，汇字起笔要重，作为开篇的定音鼓，行笔稍缓，结构要稳。风字整个字要提速，笔画要轻灵，特别是最后的歌钩要快速有力地弹出，体现风的动感。此时墨色会略淡，合字左边的合部节奏平稳，右边的口部转折处可以稍作停顿，形成一个节奏的间隙。唱字左边的申部用笔紧凑快速，右边的扬部最后一笔要写得舒展饱满迟缓，墨色也达到最浓，像一个悠长的尾音，完美收束整个乐句。在影片中，我们学习了行书的灵魂——节奏感，通过提按控制音量，急色控制速度，并让墨色成为这一切的自然流露。真正的书法是用笔墨在纸上演奏内心的音乐。课后练习时，请不要只关心字的对错，尝试在书写前为一行字设计一个情绪脚本，思考哪里该快，哪里该慢，哪里该重，哪里该轻。为了帮助大家更深入的理解，我们准备了一篇超过1200字的博客文章，里面有更详细的理论解析和所有大师作品的高清图，连结就在下方的说明栏。行书入门系列到此已涵盖了笔法、结构与神采。下一讲我们将进入本系列的终极篇，如何将单字之美升华为整幅作品的气韵生动。请一定记得点赞并订阅得到书法，持续关注得到书法频道系统的行书入门课程。我们下期再见。